你当时为什么来北京啊？我觉得是老天推了我一下。我永远都是一个气球，我把它吹起来之后，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洞。当你把这个口给扎住的时候，你今天把它吹起来了，等到你明天早上起来，它又就瘪了，就一直在吹，一直在吹，它一直在瘪，一直在瘪。就我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。就我的人生怎么能这样？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。我刚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人有点神神叨叨的。他讲到了开窍的瞬间有点过于玄幻，我一度怀疑是不是真的，是不是他产生了妄想。所以你看外拍的时候，我很多时候眼神会呆滞的啊，我要剥离出来他这个故事。就是当他结尾又提到那首歌叫《梦里水乡》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起来《红楼梦》里的那句诗，就是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道有时有还无。很多事情你是分不清真假的，有的时候是真是假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这次来想分享哪方面的东西？我怎么来北京的？很坎坷，就能来到这里，我就是被命运推了一把，从来没有想到会来北京。我来北京第4年的时候，我还完全不认识北京。到了第5年，有了阅历之后，因为我的表达的欲望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一旦你有了这股力量之后，你就一直往前冲。我撞了南墙，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南墙撞倒了之后，我到底看看前边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性格。后来就有点轻松了，就是我觉得我的思想已经全部打开了。这个时候，秀公司开始看上你了，可以这么说吧。让你去当职业撰稿人了，是吗？对啊，就让我去当了。所以这个行业开始接纳你了。对，你写的作品说卖出去了吗？卖出去了。达到大概什么量级了？在老家可能买个房子是没有问题了吧？很厉害啊！我这个作品从一开始到现在9年的时间，9年磨一剑。当我获到这个东西之后，我才想想以前的那些经历，我觉得现在是赚到的。18岁那年，我去到青岛，一直在工厂里边工作，然后就一直当操作工，做那个汽车的座椅，每天就是把这整个组装起来。因为它是流水线啊，也没有时间点，然后也没有休息，就只能是请假。1年、2年、3年，你没有学历的话，你在车间里边，你不可能升职。我就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。突然间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就觉得我要反抗，我要不反抗的话，我就觉得我永远将被埋没。我就记得我在青岛的时候想换工作，我就在网上投简历。有一天有个公司给我打电话，他说是北京，我说那我就去北京吧。当我知道我要来北京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是命运突然推了我一下。我头一天晚上，我跟我爸才把这个事情跟我妈说，然后我爸就说已经好多天了，只是没让你知道，没敢让你知道。他是一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，就拿着这个铁棍挂窗帘那种，大概有这么长，拿起这个铁棍就朝我这个地方打，10几20下肯定是打了。当时我就跟自己说，反正我的想法都已经定了，我就不会去反抗了。把我打的当时是一种很懵的状态。我看到窗外那个玻璃，我想一头扎上去，我就想我心里边想的是，我把满脸扎的都是血，然后让自己血淋淋的，然后来面对你。当你的欲望到了的时候，是有个东西在牵着你，然后让你去死。当他把我挡住的时候，我的大脑一下清醒过来了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的人生怎么能是这样的啊？你为什么不让我出来？他打完了之后打累了，但他还是没拧过我。第2天，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。来了北京之后，这是我造梦的一个开始。我就在前边那个不远那个地方上班，我干的是一个仓储的工作。有一天他跟我说仓储没有了，要打道回府。我好不容易来北京了，我说我不回去，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。那个时候我也不认识北京，我怎么找工作呢？我只有来过这个地方，完全是一个文盲。我睡过很多地方，到那个地下车库去睡，因为地下车库它冬天暖和，我就睡到那个车的后边，铺了一张纸壳。这一整个晚上你都冻得都
根本就睡不着。等到你真的很困了之后，想要睡着了的时候，已经是亮天了。人家再来开车的时候倒车，差点把我压死。我来北京头3年的时候，可以用无知来形容。之前在工厂里边工作，就写的人很呆滞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但是你还要去把你的心态然后去调理好，只要坚持，我总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可以出人头地。我上学的时候，英语啊、数学啊，我什么都不答，我就答语文。语文那些题我也不写，我只要写一篇作文，我写的作文在全校里边，我觉得都可以，然后占高分，表达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精力，写出来东西都很幼稚。有个影视公司叫，他是全北京当时最出名的，是最出名的就是他了。我就直接拿着我的东西去他公司，然后去堵他，他就开车，然后就往回走，我就直接躺在他的车前边，说你干嘛？你是打劫的吗？我就想来给你递个剧本。天哪！我不认识你啊。然后他的司机然后就下来跟我说，你让开，赶紧让开。我的心意已定，我怎么可能让开啊？到底最后你有没有扒上他这个关系啊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，这件事情成不成在于他，但是你去不去做是最重要的。你经历的这个过程是让你享受的。到今年的6月24，正好就是10年了。我大概在这10年当中，我一直处在一个低谷的状态，我永远都是一个气球，就是我把它吹起来之后，但是不知道哪个地方有一个洞。当你把这个口给扎住的时候，你今天把它吹起来了，等到你明天早起起来，它又就瘪了，就一直在吹，一直在吹，它一直在瘪，一直在瘪。就我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，我不知道，就我的人生怎么能这样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。我18岁之前我都没有去过我们县城，就是我们家住在个山上。我妈的性格是一个很强势的性格，她就觉得在农村，必须要生2个小孩。正好我妹妹就计划生育，罚了3000块钱。交上之后，我们家就开始过着奴隶的日子，馒头吃不上，就只能吃饼子，家里边连菜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出去借了几块钱，然后抓了几个小鸡，养大了之后，这2个母鸡就每天下2个蛋。我妈跟我爸永远都是把这2个鸡蛋，然后就留给我跟我妹妹。虽然我家里边穷，但父母把最好的给我了，让我感受到最好的温暖。他们可能就吃点饼子、咸菜，就家里边就有咸菜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家一共4口人，一个人的话就7分地，连1亩地都不到。那个时候你还要交公粮，我父亲又没有在外边工作，没有这个意识，就没想过然后要去我们县城里边打工。上学的时候拿学费，那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。我跟我妹妹2个人就要拿400块钱吧，400块钱对我们家来说天文数字，真的是天文数字。就因为这个学费，我妈有一次跟我爸打架，我爸直接就去到那个海边了。因为我们家靠大海近嘛，我妈肯定是有预感的。她去找的时候就去海边，然后把我爸给找回来了。他去海边干嘛？可能想自尽啊。对，也有可能。我本身学习就不好，我到18岁才初中毕业，就是觉得我笨，我智力有问题，甚至老师都跟我说，他就是个傻子，长得又丑，晒得呼黑呼黑的，人又没有蜕变，眼睛感觉就是一张白纸，拿张照片放在窗子都可以辟邪的那种。我当时不是认同大家怎么说，然后我就怎么听，因为大家你都这么说，大家都避开我，而且老师都跟全班同学说不要跟他玩，不要跟他说话，全班的同学都不要跟我说话，就孤立我。我那个时候没有去伤害到任何人，就是顽皮，很调皮。我母亲这个人你知道脾气又火爆，在学校里边只要一告状，我妈一定是先回来打我，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吧，就是可能老师这么一说的话，其实这个事儿可能也不怨我。
当你看到你的亲戚穿金戴银啊，然后就是他们吃的呀、喝的呀，你跟他们都是不是一个档次的。有一次，我姑姑过生日，晚上就聚在一个酒店里边，就我姑父坐在我的就是这种正直的这个方向，然后我就在那吃，然后就是这么看他一下，其实根本就不敢看他，就是这么看他一下，然后他就跟我说。你瞪我干什么？啊？你瞪我干什么？你哪能这毛病？我当时特别冤枉，我就觉得特别委屈。假如说我家里边过得比他好，你觉得他敢说这句话吗？他不敢，他肯定不敢。在我印象当中，我就觉得他就没正眼看过我，他永远都是。当我看到他们伤害到我父母的时候，那我就觉得我的心都碎了。伤害父母的尊严，可能比伤害你自己的尊严要强10倍那种痛苦。是，我心里的那种恨，他们不在这个世界消失，可能我就永远不会把这个事情放下。整个青少年期的贫困有没有为带来影响和伤害？影响是我今天必须要走出来，我能让我的父母也能过上他们那样的生活，让我的这些亲戚朋友，然后就是看得起。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但是我觉得就折腾嘛，人就折腾。你不折腾的话，你怎么知道？然后就是你的能力啊。我有那么一段时间，然后就跟自己说不要再写了。有想过放弃。现在为什么有勇气做到这里了？就是我突然开悟了，就是我的大脑一直在被一个东西笼罩着，好像是上天敲了你一下。这种被敲了一下的感觉有个具体的时间吗？是个下雨天，我就记得。出了门之后，我是往西走，然后再往北拐，然后再往东拐过来，刚好下完雨那个时候，我就突然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是在人之上一个能量体，我认为。看到它之后，我整个人是站在那里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突然间好像有个东西敲了我一下，我从那一刻，我直接进到了另一个境界，去到了一个思维空间，然后让我觉得从那一刻，我就一下把我这前几年的经历，所有的然后就是不知道，全部都知道了。当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立的思想的时候，我才知道这个气球为什么今天吹起来，第二天早起起来它是个瘪的，我就要去寻找问题的所在是哪里。我写的东西就开始有层次一点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从一个无学历派，突然就达到哲学派了。你说的这个很玄乎，你没啥文化，你突然变有文化了。就是我的慧根就被激发了。那个东西有一个名字，就叫妙。特别妙，的确特别妙，一定是我要让我父母老有所依。我的大脑里边首先从来都是这样的，我一直心里边然后有了这个意念。我现在真正的要说一句，我真的走出来了，我不被任何东西束缚。我每天下班之后有个广场有唱歌的，每天晚上有个女的就会在那唱一首歌，叫《水乡新娘》。我现在就想起这首歌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我的整个回忆，整个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。那个地方对我太熟悉了，就是它一直在我心里边，就永远都抹不掉。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离开北京的原因。我就觉得我是因为那个地方没离开北京。那地方是什么感觉？让你觉得很美好，很安静，很祥和。要那烟雾篷船，飘进荷花荡。曾经伤害过你的一些亲人吧，放下了吗？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吧，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这个事情就已经释怀了。